给我！我不，你到底给不给我？哼，我有法子让你交出来。不要出来，记住。把那个孩子藏哪儿了？不说呀？好啊，来人，拖下去，行梳洗之刑。是。你怎么出来了？陛下，我求求你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求求你饶了他一命吧！我求求你，我把他给你，我把他给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欺负婉仪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欺负婉仪了。他还小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一并拖下去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无名，陛下。他让他们打死婉仪，又说要打死我。有个侍卫实在看不过，偷偷给我留下了一口气。哎呦！那一天，行了行了，不哭了。我死过了一回。我不哭了。那一天，来，我又重新活了过来。哎呦！没有记忆，好了，没有过去的活了过来。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这一切全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怎么会让你受那么多的委屈？怪我，全怪我。我听说，你出生那天的晚上便是如此，整个宫中花香弥漫，犹如仙境一般。我还听说，你一出生便会笑，你一笑，这花开得更盛了。可惜，可惜呀！这一切我都未曾见过。可这都怪谁呢？倘若当初我不是贪慕一个虚名，抛下你们母女，你们娘俩怎么会受尽如此折磨？什么苍生，什么天下？如果一个男人连他的妻女都不能护其周全，他即便是做了英雄，又能怎样？啊！我枉为人夫，我枉为人父啊！你一定在怪我吧？其实就连我都鄙视我自己。这双手曾经以护佑天下为己任，可如今沾满了鲜血，残杀了无数的生命。我知道我丧尽天良，但却又情愿为虎作伥。
你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直都想找到你，还有你的娘亲。你想寻我？你想寻我和娘亲？你知道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没见过我的爹娘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我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我自己的身世，想过站在他们面前，跟他们说，你们的女儿长大了，女儿没给你们丢人。只是我从来没想过会是今日这样的场景，所有的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竟然都是因为那个王座。王座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让你认我这个父亲。为了那些执念，为了那些天下大义，多少人放弃了自己的亲情。可是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今日站在这儿，我就想让你看看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的女儿长大了，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娘亲？妮儿，我的女儿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妖女蛊惑人心，就连无极太子也被她迷惑了。拿下！你们怎么都不动？抗旨不遵，你们这是死罪！玄机女王，浴火凤凰的传说大家都知道，唯有带着凤凰灵性的玄机正统，才能重开祭坛，召唤月灼火凤。今日这番异象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她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。唐懿中，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
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骗子！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只是为了夺得我的王位，不惜编造一切阴谋。无极太子，你是要亡我玄机吗？您是长辈，我本不想当众说出您的罪过，可这会儿您偏要逼我。诸位听好，这些年凤玄作恶多端，罪无可恕。我只列出其中最要紧的3点：其一，谋害凤琪母女，以不正血脉夺权篡位；其二，以凤琪母女的生死下落，逼迫玉衡将军杀人卖命，做尽不堪之事；其三，为了掩盖岳卓渊的真相，杀人无数，罪行滔天，罪无可赦。证据呢？你信口雌黄，你说的这桩桩件件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当然有。二姐，还记得我吗？凤舞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你是想让我印证刚才无极太子说的话，还是想让我帮你数数其他的罪行？当年是你负责追杀的，他现在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还不动手？难道说你是想让他给你索命吗？你闭嘴！就是你胁迫我，让我替你卖命杀人，你逼着我丧尽天良，我这双手罪孽深重，罪不可恕。但是今日，我找到我的女儿了，这一切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了结了。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方琦死的时候，他就像一只没有用的蚂蚁，一声不吭的就倒下了。是我夺得了王位，我还拥有了你，我才是真正的赢家呀！说了。你想要认你的女儿，你还得看看我答不答应。不就是死吗？这条命，你若喜欢，你便拿去。爹，当年，他为了胁迫我替他卖命杀人，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法子，以我2人的性命作引，结下了一个誓约。从此之后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便不能违背他的意愿。我要你杀了他。这种誓约来自穹苍，牵制力极强，倘若你单向毁约，定会遭受反噬之力，危及性命。我知道。爹，既然是约定，能力自然能见。我和扶摇助你，咱们3人合力，应该可以试着破除。只不过这匕首武功怕是得要废了。一定有其他办法的，爹。不用了。今日，我知道了当年的真相，找到了你，知错了。孩子，爹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受制于仇家，不人不鬼。不可！爹，不要说了。
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都在我的心里，一直都在。看来是我输了。天生北斗，其二为天选，其五为玉衡。玉衡连针，化气为球。自古连针最难辨，我方才是信了软了。您看到了吗？哼，火凤腾空之日，便是邪火再生之时。很快，这五州就会重新成为您的五州，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地飞天的信众和仆从。哈哈哈哈哈哎，芙瑶姐终于找到她的亲生爹爹了，而且还是公主哎！哎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呀？这得从月卓渊说起了。据传那里守了一只祥瑞火凤，镇压了上古邪祟之物。啊，邪祟之物？总不能是吃人的魑魅魍魉吧？你听过邪火地飞天吗？你说的是那个1000年前祸乱穹苍的罪人吗？嗯。哎，这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说过。他说当年穹苍大战，祸乱人间，弄得民不聊生。但是最终呢，邪不压正，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它消灭掉，于是才有了今日的五州，是吗？这些官样文章上的说法都已经避重就轻了。当年地飞天邪火冲冠，叛军无数，当时的五州根本无力与之抗衡。那这个战局是怎么扭转的呀？一个妄图血洗世间所有生灵的邪火，即便是丢了肉身，只要它的残尸还在，就随时有可能危害五州。这么厉害？当年长青子为了能够彻底消灭邪尸，将其邪尸一分为二，再用其毕生之力把它封印住。一分为二，那残尸不是还在吗？就没什么办法把它彻底消灭吗？没有办法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彻底消灭残尸，但只要能够阻止它合二为一，这地飞天就不会有机会危害人间。对啊，也是啊。你说把这2半残石让他们天各一方，永远碰不到一起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所以长青子把他们封印在穹苍的无念山和玄寂的月卓渊，也就是五州的至高之巅和至深之理。那你是说，这个月卓渊的大凤凰，看守的是那个地飞天的残石啊？一半的残尸。在以往，凤凰凌空后，很快就会回到月卓渊去。只要残尸在，
谁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但是这回怎么了？月卓渊的异动不但没有消停之势，反而还愈演愈烈。啊！但是，扶摇姐她的确是能够镇压住凤凰的玄机正统，这事儿应该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吧？啊！我担心，现在的种种异状，是因为残尸之力已经按捺不住了。怕是无念山的那般残尸，现在已经蠢蠢欲动。其实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担心，太子。你想啊，穹苍圣殿还有那么多的师傅呢，而且他们个个能耐那么大，就算他跑出来，也能把他镇压住吧？好，那我先进去看一下扶摇。好。小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：没有人疼的小孩，不能流泪，不能疼，甚至都不能难过，因为没有资格，也没有退路。眼泪只会换来更多的麻烦。人世间有那么多的不公平，人生出来就被分为3、6、9等，可我偏偏就是最卑微的那个。我可以怨，可以恨，但我偏偏不能忍。我一直咬着牙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变强，我要变得比那些人都强。这样我才能活下去。其实这一路走来，真的好累，好累。现在你有我在啊，有我在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抢走你的东西，都再也不能欺负你，包括我在内。无论你哭，你笑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陪着你到最后。你说，如果那年我爹没有带兵出海，凤轩没有杀了我娘，又或者佛莲没有高明，我跟你离开了玄机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？都怪我。都怪我，怪我没有早点找到你，没有好好护着你，怪我来得太晚，走得太急，对不起。不怪你。那一年，
是你让我相信世间还有美好，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现在，又是你让我相信了人心，相信老天爷并没有抛弃我。我以前总是抱怨，苦难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现在我反而感谢那些苦难，让我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是为了遇见你。所以以前遇到的那些，都是值得的。我愿意用这一生陪你一起到老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皇天厚土，永不离弃。您真的要走了？不过是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参禅念佛。往后，兴许还会见到的。我是个双手沾满脏血的恶人，如果能在佛祖面前祈求到一个赎罪的机会，那应该是我今生最大的造化了。当真就不能再多留些时日？只要心里有1日和1000日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孩子，你记住，不管往后的路有多艰险，总归是有尽头的。能和真心爱你的人在一起，再大的难处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此生能有一个知心爱人，要好好珍惜，万万不可辜负。别像我，归来的时候错过了你娘，此生只能和愧疚相伴。朔吹飘夜香，繁霜自晓白。玉衡指梦多，祝星河历历。这是当年他写给我的信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这信，娘一直留着。后来，是婉仪交给我的。无极进宫那年，教会了我认上面的词。娘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见到您，然后告诉您，男儿当以天下为先。他不怨你，也不恨你。好生待他。对你爹来说，这座王宫只剩下伤心和愧疚，还有他的心愿，有他的割舍和不忍。离开对他来说，或许是最好的归宿。
慢点儿，当心别摔着。五哥哥，送给你的。以后别再绣了。你是不喜欢吗？还是嫌我绣的不好看？还是花纹不好看？那我现在就拿回去。我没有嫌它不好看，我喜欢。来，你们的药，谢谢。去学校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师傅，天麻没了。那你就用相同剂量的钩藤入药，或者看一看有没有山羊角。好。按这药方再服用几日。哎，感谢神医，感谢小神医了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们全村都得死在这场灾病里啊！感谢恩人呐！月儿，我要离开这里一趟，去玄机。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立刻就要动身。至于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还不清楚。如今，你的顽疾已无大碍，就算没有龙鳞甲，也不要紧，只要当心别着风寒就好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可以离开这里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我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也没地方可去，留在这儿挺好的。这里实在有些偏僻，时间长了，对你太过于清贫寡淡。可是他们需要我啊。从小到大，一直都是别人照顾我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，会不会有一天我反过来照顾别人。直到遇见他们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有价值。有很多药材还没有备齐，还有半数的村民没能彻底痊愈，所以我想留下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等你回来的时候，这河里面的大头虾该肥了。好。啊？红锦虾球，等我回来，你做多少，我吃多少。跳。
请加观礼。以岁之政，以月之令，贤加而服，顺而成德，敬而威仪，殊慎而得，皇狗无疆，受天之庆。承天之修，受考不忘，王叔之言，扶摇谨记。授权杖。承天启运，受命于天。我以天权皇城太子之名，授尔以神杖，正耳名玄机女君，心系五州，造福子民。多谢无极太子，玄机女君不敢忘五州。天权愿与陛下之玄机有修同好，如何？容我想想。诏曰：玄机建国已逾千载，女王治世，民享清明。今有奉事，天命所归，至德配天，化吉草木。臣敌感佑，玄狄诏告，王凤正位，玄机作长，皇天厚土，福之佑之。钦此。皇天厚土，福之佑之。玄机女君，玄机女